很可能会暴露他不该暴露的东西。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叫我长官了，以免被别人发现你军人的身份。当然，这也是为了安全。那我是叫您亲爱的呢，还是 darling 呢？我觉得这样的称呼好像是更符合我们假扮夫妻的身份吧。这个你随便。是长官，不，亲爱的，这次旅行你是想和我做假夫妻呢，还是真夫妻啊？咱们这次的目的地很可能是刀山火海，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只有活着，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对吗 ？Darling, do you not want to say anything about the trip to my town? 愿我们能活着回来。啊！兰兰，饭菜一会儿就到，咱吃完了就过去。亲爱的。都听你的。我去。先生，你点的菜到了。这么快？连顿饭都不让吃了。厅长，周局长说我居功自傲，我认了。我不辩解，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事儿。我辩解什么？可他批评我把私人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忽视了全局的工作重点，夸大崔胜文个人的作用，这个我坚决不能接受。老首长，当年我在军统潜伏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为我党我军搜集情报，同时向崔胜文靠拢。了解他的个人情况，争取并策划他向我军投诚，这是您布置的任务。周局长他不知道，所以我不怪他。老首长，通过我和崔胜文的接触，我了解到，他是一个为人正直，在政治上有独立见解的热血男儿。抗战胜利之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贪污腐败的事实，所以他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他接受了我对他的争取，向我军投诚。可是，在关键时刻，他突然诈死，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我承认，他利用了我们，利用了所有人。可这正是因为一个像鬼魂一样缠绕了他多年的人，杀死了他的30多个兄弟，至今还下落不明的日本间谍麻雀。而这个麻雀的父亲，极有可能就是日本731细菌部队的杀人恶魔山口俊一。哦，这可是个很重要的情报。敌特劫走山口俊一，我怀疑这件事情与惊蛰行动有关，所以我建议将抓捕麻雀并入625专案。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这个建议是可取的吧？而且，周雨涵去抚顺战犯管理所了解的那些情况，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可提供这些情报的人是谁呢？正是崔胜文。老首长，据各种迹象分析，这个麻雀和山口俊一极有可能和我们正在侦办的惊蛰行动这个案子有关联。我们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去抓获这个麻雀呢？这样对我们侦破惊蛰行动这个案子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局长说我阶级立场有问题，让我转告崔胜文，如果3天之内不投案自首的话，就撤我的职。哎，怎么办啊？老周这个人呐，脾气是急了点儿，但是他现在重任在肩呐，压力巨大呀，说话硬巴了点儿，也可以理解，你说是吗？再说，你是他的爱将，他骂你几句，嚷你2声就受不了了，不至于吧？咱们搞侦查工作的，有特殊的修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说呢？最近我们做了一项情报分析，国民党保密局也在积极寻找日寇藏匿在大陆上的细菌武器，恐怕这就和他们这个惊蛰行动是有关联的。关于这个崔胜文，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只要他投案自首，交代清历史问题，我们一定会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陆凯啊，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比消灭他的肉体要困难得多呀。再说，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抓获这个麻雀，那对揭露日寇的暴行和国际反华势力、反人类道义的行径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你尽快安排我和崔胜文见面，由我去请示上级领导。行了，走吧。小崔啊，对于你我们还是了解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你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自发运用你的聪明才智，和残暴的日寇斗智斗勇。这一点，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以为你和陆凯都是自发的抗日行为？不是的。比如营救战俘和取证日本细菌作战部队的暴行，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交给陆凯的任务。而且，你这个人嫉恶如仇，对国民党的那些贪官污吏，你是深恶痛绝。为此，他们还差点把你置于死地，是这样吧？所以，副站长，你们军统管天管地，还管到老子的警备司令部来了。这帮当国的败类，不顾军人的荣誉，贪污腐败、欺男霸女。当国有你们这样的军人，悲哀！少他妈乱扯，这是没用。告诉你，抗战8年，老子也是带着弟兄们低着脑袋打过来。老子现在只不过是弄了点汉奸的钱财，玩了几个他们的女人，这他妈的算个屁呀！啊，值得你3番5次的向上峰举报我？你果然胆大包天，保密局的人都敢动。保密局，保密局在我眼里算个屁！既然你敢摸老虎的头，那就要有被老虎拍死的觉悟。长官，先杀了他们！当国的败类，军人的耻辱！当然，我知道你一直有一个心结，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开，就是48年10月，你决定投奔光明，
在赶往和我军接头地点的途中，你的吉普车突然发生了爆炸，于是你就认为是我们不讲信用，是共产党背信弃义，搞了这次阴谋。我说的对吧？小崔啊，你一直追着陆凯，要能够证明那不是我们所为的物证。可以看看这个，这是你的兄弟曹创当年截获的电文，就是保密局下达的对你的密裁令。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截获电文的时间。当时曹创在抄收电文，这个时候你的吉普车已经出了门口，那就是说他在截获电文和你吉普车出门这两件事情，在时间上是重叠的。曹创为了营救你，他冒险用明码电报通知了陆凯。你投诚的意愿已经暴露了。陆凯为了营救你，立刻带人赶赴接应地点，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半路上有不明身份的人员对他进行了狙击，于是延误了他到达接应地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按照正常来讲，只有收到密裁令之后，保密局才会对你采取措施。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提前埋伏在陆凯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呢？小崔啊，你不要忘了，如果我们共产党真的要杀你的话，那当年警备司令秘密处决你的时候，我们就用不着出手相救了。你还记得46年秋天吗？张副官在密杀现场把你营救下来，他执行的就是我给他布置的任务。张副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直都想当面对他表示我的感恩之心。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在营救你的第2天，他就牺牲了。但是他的牺牲，同样也是为了营救你。虽然我已经命令张副官立即撤退，但是他年轻气盛啊，非要再回到办公室去取一份密件，把他带回解放区。不料被警备司令给扣押了。敌人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但是张副官始终咬紧牙关，没有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营救你的内幕。狡猾的敌人恼羞成怒啊，为了撬开他的嘴，决定在他身上使用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引进的土镇剂，学名叫做硫喷绥钠。这种东西啊，可以使人的大脑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可以在无意识当中对别人的提问做出应答。药效发作以后，说假话比说真话更加难受。但是张副官没有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他有意激怒了敌人，从警备司令手上抢下了注射器。这个结果恐怕我们都能够想到。张副官用自己的牺牲对你向上级申诉赢得了时间。国防部督察组经过调查，确认你是被那些贪官污吏给陷害的，于是给你平反，给你官复原职。我们的同志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回了你的性命，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共产党言而有信，保证守战。张副官更是视死如归，堪称仗义英雄。我崔胜文必将永世不忘，感念终生。啊，至于说的那次爆炸，我从来不认为那是个巧合。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永远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巧合。你吉普车爆炸，那是有人蓄意而为，其目的就是想挑拨离间，借刀杀人。而且我还认为，这个在你车上安放炸弹的人，一定是感受到了来自于你的某种威胁。你不死，他就要在恐惧当中惶惶不安。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当时是谁因为对你的恐惧和恨，一定要置你于死地呢？麻雀，就是那个日本间谍。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追捕。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间谍麻雀，我们是绝不会放过他的。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有一个信条，那就是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站住！转身！上山。行了，包拿过来。跟我走。你是曹创曹先生吧？是我。东西带来了吗？当然，那为什么还不拿上来？你要不把这2盏灯关了，我绝不会把东西给你。而且我还提醒你，我们是来送仆的，不是来送死的。真要是动起手来，还不一定谁赢谁输呢。那就给曹先生一个面子，把灯关掉。二位请坐。来，坐。那个叛徒名叫田园，被他出卖的同志已经达32人之多。组织上要求你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旦发现他，立即处决。曹先生，可以把地形图交出来了吧？没错吧，田园先生？怎么？曹先生认识我？3年前，田先生的大名那真是如雷贯耳。
作为军统春城站的一员，我十分荣幸地见过您的照片。我怎么对你没有印象？我对您却印象深刻呀，亲爱的，把香烟给我。哈德门香烟，来一个。再我进。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不说是吧？我说。说，我们是自由中国运动先导团的。什么自由中国运动？说清楚。自由中国运动是由美国中情局组建的情报组织，是他们对国民党情报局失去了信心之后才组建的。那田园担任什么职务？田园是我们先导团的副团长，是美国人委派的。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田园接受命令，利用保密局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代号黑桃 K， 潜伏到大陆。此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什么道？什么仓？说清楚点儿。道是指他利用特派员身份，联络东北各地国军残部举行暴动。仓就是把东北潜伏网接管到手里，为第三方势力美国人服务。去你妈的美国人吧！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别动！先放下！刘飞，刘飞，放下。带走，往门口走，快走，走，走，快走，快！小崔啊，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还想提醒你一点，现在是人民的新中国了。我们说什么话、办什么事，都要守规矩、讲章法。你说呢？长官，我崔胜文是明事理的人，我知道向政府自首是我唯一的出路。从今往后，我崔胜文随时听命于您的调遣。小崔啊，千万别叫我什么长官。你和这个陆凯不是兄弟吗？那从今以后，你拿我也当你一个兄长，怎么样？厅长，之前保密局的人联系过我，那个光明电料行的马掌柜是保密局的人，他曾经代表二叔劝说我参加惊蛰行动。我可以打入他们的内部。不急，具体的工作方案嘛，我们要研究清楚。李厅长，我还有一批从保密局带出来的档案，希望交给你。另外，那个日本战犯山口俊一在我手里。我知道，但是现在交接会给你造成危险。那批档案暂时存在你那儿，具体的交接工作安排好之后，我会让陆凯通知你的。来，咱们握个手。
小崔啊，今天这次会面，我把它视为绝密，除了周局长和陆凯，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会尽快核实你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审查。谢谢您，李厅长。夏中呢？我在想，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有无数个像李厅长这样睿智仁义的好长官。这只是你的初步印象，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共产党会打败国民党。因为我们共产党团结一心，而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离心离德。二哥，你这番说教的话，现在听来还挺顺耳的。事实胜于雄辩。此前，你是否见过那个田园？我没见过田园。那你为什么开枪打死他？我虽然没见过他，但是我知道他的底细。而且我的接头指令告诉我，跟我接头的人绝不是什么自由中国运动的人。这个田园，他原本就是共党的叛徒，可没想到他狗改不了吃屎，现在又阳奉阴违，投靠了自由中国这个所谓的什么运动。这种党国的败类，人人可诛之。曹先生，你这一枪打得好，打得痛快，既为保密局铲除了后患，又大大提升了全局上下的士气，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请问您是？啊，我是保密局香港站站长季昌杰。曹先生，让您受惊了。曹先生，季某之所以如此，的确也是迫不得已呀，见谅啊。曹创摔摔打打十几年，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好，曹创，鉴于你在历史和现实中出色的表现，保密局已呈请蒋委员长钦点你为少将军事特派员，出任反共游击总队的总指挥一职，全面负责党国在大陆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与惊蛰行动紧密配合，迅速打开局面。哎，这是你的委任书。感谢上峰栽培，曹创愿为党国冲锋陷阵，在所不辞。曹创，这个反共游击总队的班底系张家口保安旅旅长陈世明的残部，人数大约有300之余。他们被共党击溃之后，转战到春城一带。国防部已明确示意，你是钦差大臣，有封官许愿的权利，一切以策应惊蛰行动为最终目标。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成本和手段。曹创明白，绝不辜负党国的重托。好了，编好了，马上就好。你看这个共党折腾的，分区停电，分区停电的，有用吗？哼。好了。哪儿来的？国防部，他们委派了一名军事特派员来春城，组织一次暴动，来配合惊蛰行动。
特派员的代号叫黑桃 K。我看他们除了用人必疑的把戏之外，什么都不会，还特派员。你说这个特派员来春城，肯定是来制约二叔的吧？那二叔的权力肯定会受到限制啊，怎么办？管他怎么办呢，先向二叔汇报了再说。那个曹创回来了吗？还没。喂，是我啊。怎么了？外婆生病了，严不严重啊？你们已经找大夫去了哈？那行，好，我会到你们指定的地方去接她的。哎，好嘞，妥的。根据截获的情报，一个代号黑头 K 的特务，已经以探亲的身份被杀。至于他什么时候进入我市，还要等上级的地形通报。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对这个人要严密布控，要尽快的查找与他接头的那个人。首长，有什么发现？我在澳门见到了您说的那个田园，我把他处决了。据他的同伙交代，他们是自由中国运动的成员。自由中国运动是美国中情局新组建的情报机构，美国人委派他利用台湾保密局特派员的身份潜入大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美国试图渗透惊蛰行动。看来美国中情局收买了保密局的军事指挥官。迪特这次给你安排了什么任务？他们让我取代田园，成为新的特派员，代号黑桃 K。好，我们要掌握中情局对惊蛰行动的渗透情况，获取惊蛰行动的最终目的。明白。你来的正好，走，到我那喝茶去。我现在没心思跟你喝茶。是不是陆凯为崔胜文的事儿向你告状了？那不叫告状，那叫如实汇报情况。什么汇报情况？这个陆凯他哪儿都好，他就改不了这个先斩后奏的毛病，这讨厌。这次情况特殊，他跟崔胜文是在猝不及防当中遭遇上的。陆凯随机应变，及时稳住了崔胜文，并且劝说他向政府自首。崔胜文也答应了。这个山口俊一身上隐藏的秘密，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认为崔胜文追查麻雀和惊蛰行动是有联系的。你说的都对，可以得按组织原则来吧？他得先投诚，我们经过审查才能使用。我找他谈过了，他态度不错，表示愿意按照我们的规定办。你跟他谈过了？你，这小子抗战的时候立过不少功，是个有血性、有正义感的汉子。看出来了，就是有点桀骜不驯身上有旧军人的习气。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他改过来。明白了？明白了。真明白了？不明白也得执行你的命令啊！好，喝茶。走。哦，对了，这个调查崔胜文的事儿，让陆凯回避，让刘宁去办。刘宁脑子活，原则性强，办这个事儿可靠。
崔胜文的事情，上级已经做了指示，你去找他，让他把失踪1年的情况写一个报告，以便组织审查。你呢，一定要注意工作纪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要掌握好分寸。刘宁，你看，这是崔胜文写的材料，把他这1年来的情况全部写在里面了。你的任务呢，是逐一把他们查清楚重点要搞清楚他的历史情况、政治品质，还有思想觉悟。通过分析评估，然后做出判断，我们下一步怎么使用它，明白？去吧。是。长官好。以后不要叫长官了，这位是春城公安局的周局长。报告周局长，原国民党保密局春城站行动处处长崔胜文弃暗投明，正式向政府自首。你这个野狼，名气不小啊！你能顺应潮流，追求进步，回到人民的阵营来，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胸怀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一定会容得下那些虽然思想滞后，但是已经想到向前看的重生者。希望你为了新中国的安全，为了人民的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是，绝不辜负各位长官对我的厚爱。你已经通过了组织的审查和考验，你对自己的历史交代得很彻底，身上也没有人民的血案。经研究决定，特批你以专案组外勤人员的身份参加我们的工作，在专案组的直接领导下，重点展开对日本特务麻雀的侦查，要服从指挥，敢于拼搏，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胜文理当不辱使命，全力以赴，为国为民效力。好，我要强调一下，今天这次谈话将被视为绝密，今后陆凯作为你的上线，单线和你联系。明白。崔胜文按照李厅长要求，把山口俊一转移到陆凯指定的位置。胜文，为了配合你以后的行动，我们只能在秘密联络点周围布置暗哨。老东西，到地方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经过连日来的排查，这几个都是疑似的敌特联络站。大王镇的那个联络站已经被我们捣毁了，抓捕了20多个敌特分子。经过审讯，这20多个人都不知道惊蛰行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们也都是按照上头的指令在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能够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那个邱福成呢？跟他关系密切的那些人都怎么样了？他那边倒是有眉目了。我建议
立即密捕邱福成，捣毁这几个已知的底特联络站。还不到火候。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抓的都是一些虾兵蟹将。先不要急着动手，要放长线钓大鱼。对那个邱福成，要严密监控，静观其变。是。上级通报，现在敌人的活动到了一个节点，我们要密切配合老姨在敌人内部的行动，绝对不能出纰漏。周局，这个老姨到底是个什么人？哎，肯定是个狠角色，老厉害了。我也这么觉得，我估计啊，咱们当他的学生都不够格。哎，提醒你们啊，出了这个办公室都给我闭嘴，谁也不许说，听见了吗？这是纪律。哟，曹先生，您来了。老哥你好。哎，董事长和我弟妹在吗？在，都在呢。您来的正巧，夫人呐刚把洪涛和这夏波接回来。哟，我替您拿着。也好，哎，省得崔老先生见着这些东西，他又该生我气了。是。我去，到南方出差，给你带来一包烟，尝尝。哟，这多不好啊！您是每回来都惦记着我，想着我。呵，正好这一口呢。来，你掏钱，你。崔老，哟，曹创，你可是稀客啊！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来，坐，快坐。下棋呢？嗨，下什么棋？别提了，我哪？啊，陈妈呀，给我们煮点咖啡来。我们家陈妈呀，咖啡煮的很地道。崔老先生对国际象棋也有研究啊？哎呀，当年呢，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啊，学会的。这摆的好像是劣迹经典残局的一个变种。什么你也会啊？哦，你看，我想起来了，当年在沈阳的时候，你的棋艺那是无人可敌啊！你看，哎，那好，来，帮我呢，把这盘棋呢好好破解一下。怎么不喜欢啊？不是，咖啡煮得很地道。这个陈怡啊，他呀，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是2年前呢，我从国民党伤兵手里把他救出来的。我看他人挺老实的，又能干，所以就留下了。怎么了？啊，没事儿，咱们下棋。那晚辈就献丑了。哎，棋盘之上无大小，只要有话，你但说无妨。好。我去买点东西，你等我一下。
洪涛和夏波这两个孩子，天性顽皮聪明，若是严加管教，好好培养，他日定当前途无量。哎，对了，曹创啊，你发现没有，我这鱼缸里的鱼啊，最大的不过3寸，而且永远也长不大了。可是如果我把它放在那个大水池里，用不了几个月，就能长到1尺甚至更大。这是为什么呀？愿闻其详。老夫以为啊，幼子的教育和这金鱼的养护虽然各异，但是道理是相通的。要想让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就得给他足够的空间，自由活动的空间，千万不能把他拘泥在这小小的鱼缸里啊！你说是不是？哎呀，崔老此言看似浅显，实则寓意深厚，发人深省啊，着实令晚辈叹服。我不过是有感而发。好，请。妈妈，曹伯伯来啦！曹伯伯好！孩子们，你们好。曹伯伯，您这次出差为什么时间这么久啊？啊，时间久啊，就说明你曹伯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可是他没食言呢，一回来马上来看你们来了。而且今后啊，他还会经常来看你们，会教你们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真的吗，曹伯伯？当然是真的。盛文，与其这么痛苦，还不如干脆找个机会，跟爹和大姐还有孩子见一面。痛苦是我造成的，就应该我一个人来承担，不用拖累他们。只要知道他们安好，我便心满意足了。盛文，走吧。我们给你选了结婚的日子，他同意了。唉，你们好了都3年多了，这爱情之花也该要有个结果的时候了。我和你爸妈。我好久不弹了，手都生了。夏波弹得好，主要是他配合我。哎，不，你们两个不光是配合默契的问题，用我这外行人的眼光来看呢，只有2个心心相通的人，才可能演奏得如此出神入化，就像一个人一样。哎呀，您过奖了。啊，香涵啊，哎，爹，今天晚上多做几个菜，我要和曹创痛痛快快的喝几杯。哎，需要帮忙吗？
炒菜不行，洗菜和切菜我还可以。那你来吧。你送我的化妆品，我看到了。我也不知道该送你什么好，喜欢吗？喜欢，但是我不需要。我现在只需要你一个解释。你的手。不要紧的，就是一个小口子。是不是什么事情对你来说都无关紧要？当然，你有你在意的事情。为了这些事情，你不但可以改变你的习惯，还可以全然不顾地抛弃即将成为你妻子的女人，然后像空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吗？叔叔阿姨，恭喜！谢谢谢谢。少文，今天多喝2杯啊！来。站长，您也来了。曹壮呢？他正在换衣服，马上带我见他。怎么了？有任务？情况很紧急。好，这边请。大哥，大哥，你看我这合适吗？大哥，你看谁来了？站长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你们没别人吧？没有，就我，我正在换服装呢。你呀，在这给我守着，什么人也不准进来，听明白了吗？是。崔先生，你一个人站在这干嘛呀？没事，透透气。啊，那我先出去了。大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大哥，你说句话呀！今天的婚礼我参加不了了。大哥，你说什么呢？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今天的婚礼取消了，永远取消了。我马上就要离开，听清楚了吗？为什么呀？你忘了干咱们这行的规矩了？执行任务就是执行任务，不要问为什么。可是，大嫂怎么办？她的父母怎么办？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啊？拜托了，三弟，全都拜托你了。告诉小安，永远不要等我。
三弟，虽然你表演得很逼真，但是我还是不会相信你。而且我知道这肯定是你大哥的主意，他是想考验我，对吧？才不是呢。大嫂，大嫂，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大哥已经从后门离开了。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可以问你家别墅的守门员。曹操，小孩。崔胜文，给我倒酒。大嫂，你叫谁大嫂？你不能再喝了。你叫谁大嫂？你说呀。你大嫂已经死了，以后不许叫我大嫂，听见了吗？以后要叫就叫我名字，叫我吴香寒。叫我吴香寒。吴香寒，我觉得你不该爱上干我们这行的人。什么？我不该爱上干你们这样的人？对。为什么？因为干我们这行的人，只不过是党国那盘大棋上的棋子。为了党国的大局，我们必须做好随时随地奋不顾身的准备。而大哥就是这样。什么破党国？什么破党国？如此没有人性，可以随便把一个人像妻子一样牺牲掉。从今以后，你不许再跟我提你的大哥，我跟你大哥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你说的，他去做他的妻子去了。大嫂，你累了，该休息了。我是累了，我需要休息。帮我休息。抱啊！
之后，我就嫁给了崔胜文。但是对于两个彼此之间毫无感情可言的人来说，都很痛苦。胜文曾经跟我的妈妈说，香寒的心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怎么都捂不热了。我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男人，都需要一个女人的呵护。洪涛2岁那年，我就知道了他和照顾他的护士静竹的关系。之后，我就带着洪涛回到了春城。这么多年，我对你有说不尽的怨恨，和割舍不掉的牵挂和惦念。那天在小酒馆看见你，我竟然有了一种死灰复燃的冲动。但是很快我就冷静下来了，因为理智告诉我，你是一粒棋子，在一粒任由别人摆布的棋子面前，我必须克制。曹创，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爱过我吗？请用真话回答我好吗？爱过，但那是昨日黄花了，已经枯萎凋谢。我现在如果继续爱你，那是对你更大的伤害。那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曾经爱过我？命。如果哪天你需要我的命，随时拿走，我绝不会说半个不字。报告，进来。领导。首长，那个神秘的电台麻雀又开始活动了。这是刚才截获的电文。破译了吗？电讯科按照老爷留下的方法进行破译，不过电报的内容还是那句祝福的话，没有什么价值。电台的地址侦测到了吗？还在本市。那个麻雀实在是太谨慎了，发报时间极其短，所以我们没有侦测到详细的地点。继续监测。是。先生，请。来啦！你？不错，是我，马掌柜，咱们又见面了。你就是军事特派员？确切地说，应该是蒋委员长钦点的军事特派员，东北地区反共游击总队总指挥。怎么，不像？啊不，主要是这太突然，一时还难以置信，对吗？看看这个，一会儿就知道是真是假了。马掌柜，哦不，应该叫你王建中同志。还有什么疑问吗？
既然特派员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王某对此笃信无疑，没有疑问了。但是我有国防部对二叔的警告。王建中，在。惊蛰行动时间已经过半，但是进展太缓慢，国防部对此已经大为恼火。如果惊蛰计划继续受阻，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你们这些人最终将被视为垃圾，被国防部抛弃。王建中，上峰的意思明白了？明白，十分清楚。你是找铁蛋的吧？这他也不在家呀。俺屋里刚蒸的大包子，给你拿俩吧。哎，哇，绝不，这都是您包的呀，姐？那当然了，这还能假？哎，姐，我觉得我们似曾相识，就好像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样。你说你见过？嗯，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我们要最好的位置。好的，里边请。你有事吗？没事。铁蛋，铁蛋，周局长叫你开会去。铁蛋。谁啊？来了，来了！哎，嫂子，妹妹你来了！大家，我还怕你不在家。哎呀，快进！你说你怎么来了？这是？沦陷区的国民党将士们应该尽快组织行动起来。怎么了？以迎接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嫂子，你这是在听什么呢？这是敌台，不能听。
么叫敌台啊？就是国民党开设的专门攻击我们、造谣惑众的电台。不知道。你来之前自己在家无聊就想听着这个匣子里面有膜就想找那个山东快书。你知道俺家那个山东快书吧？那个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当不出来了。真不是故意的。你来的时候还没听着东西呢。你这一句什么破玩意儿非把它扔了不行。走，以后不听就是了。再也不听了，再也不听了。不听。那坐吧，看你急的。妹妹，你先坐吧，你站着还紧张。紧张什么呀？不是故意的。我知道，行，我先坐。我知道。来，坐，那倒杯水喝。哎呀，你别忙活了，我坐会儿就走。俺真不是故意的，来，快坐。嫂子，我听说你要走啊？回山东老家去？是有这事儿啊？俺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为什么呀？你说铁蛋出事到现在，那组织上一直也不给俺回个话。他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是不是他干的？俺也不知道。俺每天是心里七上八下的。俺也想了，俺在这儿什么忙也帮不上，别给你们添乱了。铁蛋这事俺也闹不明白，俺在这干什么呀？这不是纯碍事儿吗？嫂子，铁蛋的案子呢，组织上正在积极的调查，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你就听我这句话，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所以你呢就等铁蛋的事情调查清楚了，你再回去也不晚。不管结果是好是坏，起码这心里落了个踏实。你觉得呢？安全。可以进去了。我要向你汇报的就是这些了。好，我知道了。看来党国真的是没有人了，就连曹创这样唯利是图的小人都能够当上教特派员。混蛋！我警告你，不要小看这个曹创。当年他在军统的时候，可是一个情报方面的专家。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伪装自己，欺骗对手。这样的人，
就像是一条不叫的狗，一旦咬起人来，则凶狠无比。你给我记住，不管他曹创是条什么狗，只要是为主人卖命，他就是条好狗。是，我懂了。现在你马上去做2件事：第一，给国防部发电，进一步核实委任状的真假，以及曹创转达的相关内容是否属实；第二，暂时取消一切联络地点和联络暗号。等曹创与陈世民取得联系之后，再重新恢复联络站的功能。当务之急是要密切观察曹创这个军事特派员的行动结果。明白。这么晚了去哪儿？哎呀，警察同志，我奶奶她生病了，要去前面的正义院去看病。走，过去吧。好，谢谢。主官，这什么破头套啊，弄得我头直痒痒。赶紧给我换套行头，我不能这么灰头土脸的去见弟兄们。早就给您准备好了。在这给我守着。这。队长，再往这走。旅长，您喝水。什么大事啊？火急火燎的把我叫来，不知道外面都是共军的眼线吗？报告旅长，好消息，咱们总算跟台湾国防部联系上了。这个是刚发来的密电。国防部已经委派了一个军事特派员到咱们这儿来，他手里可是有委员长和国防部的亲笔信函，权力大着呢。权力大有什么用？这帮官老爷就会开空头支票，天天号召我们起来暴动，可他们呢，连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什么破党国呀，成不了气候。旅长，话可不能这么说。这个特派员来头可不小，有他领头，咱们可就是国防部的正统嫡系了。现在是多事之秋，很多事情真伪难辨。我们能平安的潜伏到现在也不容易，可千万不要引狼入室，上了别人的圈套。是，旅长您放心，我肯定谨慎从事，我保证和特派员安全的接上头。这年头，就是保证这2个字最不值钱了。怎么样，找到他了吗？没人跟踪你吧？能跟踪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你怎么了？盛文，你带我走吧，我们离开这里，去过安静的生活，行不行？我生命最后的价值
就是替那些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其他的我没有考虑过，也不想去考虑。老谢，考虑的怎么样了？好，你要是继续在这儿当死狗，没问题，我一定会奉陪到底。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如果你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可能会活不到明年。我可没有共产党那么仁慈。我又看到了你这种令人憎恶的笑容。知道5年前我是怎么认出你的吗？我亲眼见到了你对怀孕的女人实施活体解剖。那是2条生命，2条鲜活的生命，一个母亲，还有一个新生的婴儿。假设你的女儿和老婆也被别人下死毒手，你将作何反应？啊？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个人，是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老东西啊，我已经闻到你女儿的气味了。不管她是不是我要找的麻雀，你们在中国犯下的所有罪行，必将遭到审判。我要让你在这个寒无天日的地牢里面，慢慢的腐朽、发霉。沈文君呐，不是我不说，是我头部曾经受过伤，很多事都忘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麻雀的事我不知道，很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跟我一个部队的川岛清，他清楚。你想知道就去问他。但是不知道他被关押在苏联，还是送回了日本。我真的不知道。我去你妈的不知道！尚文，闪开！你不要再逼我了。尚文，你疯了吗？尚文，你放过我吧。二哥，昨晚我审问了山口俊一，他供出了川岛清。那个被你们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川岛清，他一定知道山口俊一去执行特别任务的内容。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他肯不肯告诉你们？我相信周雨涵同志的能力。盛文，我要提醒你，为了能调出麻雀，我们只能在秘密联络点周围安排了暗哨。你审问山口俊一一定要注意安全。二哥，你还不知道我吗？小周啊，这次去抚顺，周局特地交代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你的安全。谢谢你啊，刘副科长，但我还是劝你集中精力开好车吧。陆凯知道，我要是一晕起车来，那就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了。说的也是啊。
客官，买点酒呗。请问您贵姓？对不起您了，本人只卖酒，不卖姓，更别说您买的是贵姓。那我给您打听个人行吗？那看您打听谁了。您认不认识开红酒作坊的陈老板？你问他呀。对不起，按规矩办事，你先把它喝了，我再告诉你。该你了。你掂量掂量它的分量，就知道陈老板在哪儿了。陈2两，谢了。客官，您来点什么？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要。那您是？我是找个人。请问贵店的陈2两老板在不在？那我也对不起了，我们老板啊，他不在。他去哪儿了？哟，他去的地方可远了。无论远近，总得有个地名吧？就算我说了地名，你也未必能找到。为什么？因为啊，他住的地方1年前就荒废了，东家带着钱往南跑了。知道了，那我走了。哎，行，您慢走。在哪儿？先生，您去哪儿？城南。好嘞。坐吧。座れ。啊。川岛清，你知道为什么我又来找你了吗？なんで君を探すのか知ってる？すみません。知らないです。我不知道。不知道，很简单，因为在上一次审讯的时候，你不但没有说真话，而且还有意隐瞒了731部队的重大犯罪事实。部隊の重大な犯罪事実も隠しています。わからないです。何を言ってるんですか？我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你不清楚，川岛清，我提醒你，这里是战犯管理所，你的一举一动都将决定着对你所判刑期的长短。我觉得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この点に君ははっきり分かってほしい。怎么不想说是吗？言いたくないか？我最后一次提醒你，川岛清，以你和山口俊一的关系，以及你在731部队的特殊地位，你不可能不知道山口俊一去执行的所谓特殊任务的具体内容。中国有句俗话，我觉得你们应该听过。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川岛清，我警告你，731部队所犯下的罪恶，你是绝对掩盖不住的。731部隊が犯した罪は絶対に隠せな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是的，我清楚。
のでよく考えてさせてください。请允许我想一想具体的细节。1944年9月。那是1944年9月的时候，部队长石井四郎召集我们开会。参加会议只有我们几个部长。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山口俊一提供的综合勘测报告，最终做出了在隐秘稳妥的地方修建细菌武器库的决定。而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山口君的肩上。因为牵涉到了高度的机密，所以整个修建过程全部由关东军派出的一个中队，也就是120人进行施工。大约在2个月之后，参与施工的部队全部撤出，然后由山口俊一带领的30人队正式接管。接下来就开始向仓库里运送细菌武器。总共运送了多少？全部どのくらい運びました？計画によって2吨を運送した。共计运送了2吨细菌炸弹。川岛清，根据你刚才的讲述，你应该非常清楚细菌武器库的具体位置。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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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体位置只有石井四郎和山口俊一知道，因为山口俊一亲自去勘察，并且最终确定了具体的位置。所以开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谈及此话题，只是告诉我们细菌武器库是利用了某地山洞的地形地貌所设计的，十分隐蔽而巧妙。具体的位置属于高度机密，山口俊一一向只向石井四郎报告，而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真实的情况，请您相信我。川岛清，你必须清楚，搞细菌战是反人类的行为，全世界人民对你们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做法都非常痛苦，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深刻反省你们所犯下的罪行，记住你今天交代的所有事实。如果还能想起什么的话，可以随时向陈所长报告。你清楚了没有？分かったか？啊，はい、わかりました。是的，我听清楚了。陈烨，陈烨，该露面了吧？久闻陈爷足智多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倘若我曹某是个假特派员，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吧？曹特编。此话休杀我陈某人了，不是我信不过你啊，实在是共军太狡猾，防不胜防啊。再说了，这年头就连亲娘老子也信不过，更何况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军事特派员呢？嗯，言之有理。眼下韩战正酣，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而党国的复兴大业。就需要陈爷这样的不二忠臣，希望你我兄弟齐心，施展断金之力，包打东北，成为国军中最有实力的副国军和大功臣。好说，好说呀。只不过，光说不练是假把式，
这年头，没个像样的名分，就很少有人替你卖命了。您说呢，特派员？陈世明听令，自委派陈世明为国防部少将部员，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陈岩，恭喜了！少将。陈少将，我委任你为东北地区反共游击总队副总指挥。感谢特派员栽培，我保证在最短时间里聚集潜伏在各地的旧属，早日揭竿而起，上黑龙山打游击，与共党周旋到底。从即日起，你的所有部下官升一级。3日之后，我要亲临黑龙山教阅，与弟兄们一同庆贺。我陈某代表弟兄们欢迎特派员大驾光临呐！小周，你说之前在黑龙山假扮野人的特遣队，哎，有没有可能就是在黑龙山寻找细菌武器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藏匿山口俊一的秘密地点很有可能就在黑龙山区啊。哎，小周，你在想什么呢？那你有没有想过，迪特的惊蛰行动和山口俊一所掌握的细菌武器有没有关系？哟，这个问题，哎，我还真是没有特别的想到过。那你怎么想呢？可能有关系。从目前已知的情形来看，我觉得，如果说迪特的惊蛰行动跟山口俊一没有关系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在黑龙山区3番5次的制造事端，而且最近活动的越来越频繁，难道这是巧合吗？有道理。要知道，当年在日本人投降之后，是国民党军统抢先缴获了日本人的机密档案，而且在那些机密档案里面，竟然没有山口俊一这么重要人物的档案，这绝非正常。而且现在，迪特也盯上了山口俊一。照你这么说，那惊蛰行动就是要……刘科长，我只不过是用逻辑来推测而已。哎，不，你这可不是无端的猜测啊！哎，前几天李厅长也这么分析过的。今天咱们又了解到了山口俊一当年构建秘密仓库的情况，这就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的。行啊，小周，年纪轻轻的有这么好的逻辑推理能力，不简单啊！局长，崔胜文审问出来的情报是准确的。川岛清说，确实存在一批2吨的细菌武器，可他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但是他确定山口俊一知道那批细菌武器具体的存放位置。好，这个山口俊一一直被单独关押，他不知道川岛清已经被押送到我们这儿来了。他以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川岛清去核实，所以才招认川岛清。从迪特想要劫走山口俊一来看，迪特很可能是冲着山口俊一掌握的细菌武器库策应惊蛰行动，所以在找到武器库之前，我们一定要紧紧盯住迪特的行动。喂，我感冒了，想请表哥借点钱看病呢。啊，他不在。哦，好。哎呀，刘姨，哎，这么巧在这儿碰见你了。我给亲戚打个电话呢。没听说你在春城有什么亲戚啊？远房的亲戚刚到呢。
那怎么不在局里打，跑这么远来？局里的电话是公家的，私人的事儿怎么能用公家的呢？哎，影响不好。真有觉悟啊！天天跟你们在一起，向你们学习，觉悟能不高吗？您真会开玩笑。行，那回见。哎，好的，回见。哎呦，您来了，大姐，您需要点啥呀？我随便看看。那行，那您随便瞅瞅，相中啥告我一声。哦，好好好。你的店里谁的一个牌子？啊，对不住，就这一个牌子。哎，不行，那您再到别家看看。那谢了啊，不客气。您走啊。好，那您慢走啊。好，哎。过来。你擅自来这里干什么？谁允许你这么做的？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吗？可是什么可是？现在满大街都是他们的眼线，难道你不清楚吗？看你一脸慌慌张张的样子，是个人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个特务来。你想怎么样？你想把共党引过来，把这儿一窝端了不成？我不是。你不是什么不是？你最大的不是就是不经允许擅自来到这里。你已经严重的违反了特勤纪律，你就当着上峰对你的处罚吧。长官，我说吧，一脸急急火火的样子跑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感觉我已经暴露了。什么？公安局的人马上就要动手抓我了。你怎么知道的？自从上次那个窃听装置被周雨涵发现后，他们就到省城请了几个专家来，里里外外拿着仪器仔细的搜查了1天呢。这个事儿你已经说过了，不是还有没被找到的吗？可是从那以后，他们就没有在会议室开过会呀。而且有些话，他们宁肯在院子里说，也不肯进到屋子里去，显然是在防备窃听。最可怕的是，他们看我的眼神，好像每个人的眼睛后面都有无数个问号。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记住，做我们这行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慌乱。不过你记着，你要是真的暴露了，必须立刻自裁，绝不能让共产党抓到你。万一我有成人的那一天，你可答应过会照顾好我台湾的家人。你就放心吧，如果你真的为党国殉职了，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好，谢谢长官。记着，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慌乱。好，谢谢长官。不用找了。谢谢您。哟，邱会计，您怎么来了？哎呀，这不是你们找我有事吗？啊，那你进去吧。啊。您好。你好。叫你来询问的市局领导已经在里面了，请进吧。呀，这不是刘科长吗？你找我啊？坐。啊，
刘科长，这是找我有事儿啊？邱福成啊，侬晓得我今天为什么要叫你来吧？你说我能知道吗？那就是不晓得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录在案的。所以不管我问你什么，你都要如实的回答。这么严重啊？听到不了？啊，听着呢。好，我问你，那些布鞋是怎么回事的？鞋？什么鞋？邱福成，我警告你，你给我老实点。我今天既然请你到这儿来，就是有一定的证据的。你要是跟我装糊涂的话，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拘起来？哦，我想起来了，你看我这记性。刘科长是问我前几天买那几双鞋呀？对，有这么回事儿。你在哪里买的？啊，在一个小伙子那儿，他跟我说呀，他妈身体不好，也没什么技术，只能靠卖鞋维持生计。我确实看他呀挺困难的，就多买了几双。怎么了？你这样讲的话，就有点讲不通来。哎，你看看你啊，家境这么好，锦衣玉食的日子过着。刚才进来的时候，哎呦，我看到你穿着上好的皮鞋啊，上海牌的吧？穿这么好的皮鞋，你去买布鞋干什么？哎呦，刘科长，你是不知道啊，这不是我前几天啊，我老家的远方二姨来了，那个乡下老太太呀，哟，到了我们家，那真跟刘姥姥逛大观园似的，是看这个也好也拿，看那个好也拿。整个要把我们家搬到他们家似的，你说弄得我吧，这是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特别的难受。怎么办呢？我最终啊，就答应给他儿子买几双鞋，就这么把他打发了。哎，刘科长，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可以去调查呀。远房亲戚，二姨是不啦？对对对。她住在哪儿？哟，好像是在什么抚顺下面一个什么乡。好，你现在把她的地址写给我。刘科长，我这个远方二姨呀，跟我并不是很亲，几年也不打一回交道。要是地址嘛，好像是她给我写的信上倒是有。可是刘科长，你说我今天来这儿也不知道你问我这个事儿，我不能把我二姨的信随身都带着是吧？要不这样吧，刘科长，你派几个人手跟我回家去取吧，怎么样？刘宁啊，你正面接触邱福成有点操之过急了。哎，我看这也没什么，敲山震虎吧。适当的时候敲打敌人，会让他们慌乱，在不经意间露出马脚，这便于我们侦破工作的开展嘛。啊，所以啊，我们要审时度势，继续坚持既定的侦破方向，贯彻引蛇出洞、各个击破的破案方针。同时呢，又不能打草惊蛇，我们要双剑出击，务必全歼敌特分子，保卫我新生政权，让人民安居乐业。我看你们这个赶鸟出笼的计划可以实施了。好的。谁啊？嫂子。哦，来了来了。
什么味儿啊？啊？咖啡？不是嫂子，你还喝这种洋玩意儿呢？这个玩意儿叫咖啡啊？对啊。哦，你不知道它是咖啡，你还喝呀？嗨，你还说呢？俺今天上街去，一个穿成你这样的小姑娘，撒了一地的黑豆豆，俺就想过去帮帮人家去，给她剪完了之后呢，她是为了谢谢俺，给了俺这么一捧，说把那个豆豆砸碎了，然后冲水就能喝，俺这不冲了一壶吗？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恁这城里人挺奇怪的，怎么还爱喝这么个玩意儿呢？一股子鸡屎味儿，怎么喝得下去呢？你还喝，我给你倒一壶。我不喝。哎啊！我光跟你说这个，我差点忘了。我今天来啊，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消息？你们家铁蛋，也就是陆凯，他要回来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啦。他没事啊？没事了。哎呀，太好了！俺就说俺家铁蛋是个好人吧，不会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的。这个老天啊，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谢谢。这就是迪特使的2桃杀3士的诡计，就是想借刀杀人，没门。嫂子，你今天真让我刮目相看了啊！这又是咖啡，又是借刀杀人这个成语，你还挺有文化的呀。啊，俺都是瞎说的，都是平时听铁蛋儿教的。俺没说错吧？对，完全对。刘妈，哎，拖地呢？是啊，这楼梯好久没拖了，我在拖它，赶快拖了。行，那你先忙着。哎，好。里边有人吗？没有人我就锁门了。有人吗？没人我就锁门了。刘姨，别试了，我看你这也是浪费时间。来，你在专案组办公室装的就是这个吧？来，带走。是。红姑，买菜去啊？啊，俺家的菜吃完了，俺这不上集上买点去吗？路上车多，你可得当心点啊！哎，知道了，姐。哟，你呀，出去啊？啊，俺买菜去，大爷。哦，好，那你慢走啊。哎，行，走了哈。买点梅菜啊。哎，大娘。你去啊？去了哈。
怎么了你？想什么呢？我在想，二叔最近的举动，怪怪的。二叔的举动？怎么了？你还记得那个周雨涵吗？嗯。他当时去抚顺的时候，二叔严令我们务必在他回来的路上将他干掉。对啊，这个命令还是我让你传到王大庄那个刘秀环的呢。怎么了呢？怎么了？先是一枪都没打中，后来又设计将那个周雨涵给抓住。按理说要干掉他是手拿把攥没有问题了吧？嗯。可就在要下手的时候，那个刘秀环发现了一部天书。天书？什么天书？就是周雨涵的审讯记录本，是用密码写的。那个刘秀环千不该万不该，派人带着那部天书来春城，说要找你请上二叔，是不是要杀了那个周雨涵？可就在这个时候，陆凯派的人把来和你接头的人抓了个正着，然后又把大王庄的老窝也给端了。那个刘秀环呢？他来找我了，那个样子，别提多狼狈了。我立马请示二叔，该怎么处置他。二叔只说了一个字。说了什么字？杀。什么？当时我就奇怪呀，为什么一提到日本人，还有和日本人有关的事，二叔就变得如此冷酷呢？二叔这么恨日本人？不是恨那么简单，我看另有蹊跷。那你真把那个刘秀环给杀了？我不杀他，二叔不得杀我吗？怎么了？害怕了？没什么好怕的。做我们这一行的，就是在刀尖上行走。只要你掌握好了平衡点，就能平安地走下去。怎么平衡啊？只要我们在他面前只字不提日本人，还有和日本人有关的事，就不会有事。你懂吗？我是不会见到他的，还是你自己当心点吧。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你？我怎么会知道？无论是谁都不要慌，哪怕是公安找上门来，你都要冷静。那你呢？碗就不用管了，快去吧。谁啊？我们是来查电表的，邱同志，请开门吧。罗爱你干嘛？周福臣，你被捕了。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会让你明白的。进屋。上。坐。邱福臣，你刚才是和哪个男人在一起啊？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可以拒绝回答。邱福臣，我想提醒你，在迪特组织中，你不过就是个跑腿的，并不算什么重要角色。可如果你认不清这一点，始终负隅顽抗，你的罪责
也会随着你一次又一次的任性而步步升级。邱福辰，你听清楚了吗？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